我们平时在维修空调的时候，经常会遇到焊接藤管，那么呢就会用到这个割刀。我这里有4把割刀，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各自的优缺点啊。这4种割刀哪一种好用，哪一种不好用？我手里这一条藤管的话呢，上面已经放好了4个割刀，形状的话都不一样。这种小割刀的话呢，它的优点的话呢，就是在狭小的空间它是可以用，但是它的缺点呢，就是超过12厘以上的藤管，这个滚轮的话就卡不到了。这个的话呢是15毫米以上的藤管呢就割不到了。这2个的话，20多厘的藤管都可以割啊。那么我现在就开始割一下，看一下怎么样。现在的话，先拿这个割刀把这一段藤管割掉，看一下手感怎么样。这个割刀的优点的话，就是在狭小的空间都可以用，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超过12厘的藤管就没办法割了，超出了它的切割范围。啊，割刀也掉了，藤管也断了啊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刚刚切下来的一个切割效果啊，切割的还是很平整的啊。第一个的话已经测试完毕，我们再拿第2个啊上刀，紧这个圆盘呢非常吃力，要用好大的力。这个割刀的话就不怎么好用，不建议大家买这种啊，不管它是什么品牌，这种的话就不好用。刚才那一把的话是比较好用的啊，马上断了，这割刀也掉下来了，藤管也断了，轻轻一掰就掉了。说个实在话，这一把割刀的话真的是不好用，尤其是这个滚轮转的时候啊，手捏在这里很勒手啊。我们再测试这一把，这一把的话是比较好用的啊。平时在切割藤管的时候，大小通吃啊，小空间的时候它是转不过来啊，断了，手感都不一样啊，轻轻一掰就断了啊，断了。割的还是非常平整的，也比较省力，也比较快。它这里面的话是没有轴承的，是一个滚轮。我这一把的话呢，它里面是带轴承的，非常的轻，用很小的力就可以割掉，割出来的话也非常漂亮，很轻的，这个非常轻便的。啊，断了，老铁们看一下，这个的话是不是比之前的几个都要漂亮，割得非常非常的平整。所以说这种割刀的话是非常好用的，推荐大家的话就买这一种。我就觉得有一把这个割刀，大小管通吃。如果在小空间的时候呢，我就用这一把，有这2把割刀了就 OK 了，其他的都不需要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分享这个割刀好不好用呢？什么样的割刀，什么形状，就讲在这里。大家喜欢的话，关注加点赞，评论区留言哦。